近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视频，数以百计的鸟毫不犹豫地往火里面扑，那叫一个惨烈。可明明鸟儿知道这死路一条，为什么还会有大批的鸟儿义无反顾地往这火堆里扑呢？这件事发生在云南凤凰山，那个地方是我国彝族自治县。我们也都知道，一些少数民族是有自己的传统习俗的。而这个视频拍摄的时间就是农历的7月鬼节那天。每年到了这一天，彝族人都会举行一个祭祖的仪式，用他们的话说叫送祖，顾名思义就是把祖先送到墓地里去。可就在晚上，他们点起篝火，围着篝火边唱边跳举行仪式的时候，这怪事就发生了。他们先是听到了一群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，紧接着那些鸟儿就从四面八方飞来，一个个都毫不犹豫的直接冲进了篝火，连成一片凄惨叫声，听得周围的人心中都发了毛，一个个把他们吓得不轻。要知道这凤凰山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不要说晚上，就连白天都很难看到一只飞鸟。可偏偏在这个特殊的时间，一群鸟飞出来集体自杀，你说这换做谁，谁心里不犯嘀咕？琢磨来琢磨去，就是老人觉得这是老祖宗显灵了，认为是老祖宗给了那些鸟神秘暗示，让那些鸟为老祖宗殉葬。而之所以这么说，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除了这些鸟行为诡异外，还有那边是凤凰山，还有一个令人惊悚的名字——鸟吊山，其意就鸟送死的意思。但这个说法也未免有点荒诞了。这时候有人发现一个细节，因为这些鸟有大有小，小一点鸟生命力也相当的脆弱一些，所以有些鸟还未扑进火堆就被高温给烧的掉落在地上。结果人们发现这些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这些鸟肚子都是瘪瘪的，也就是说这都是空腹来自杀。于是就有人猜测，平调之说有点太扯了，鸟自杀是为了来觅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彝族人举行仪式的时候，除了围着篝火边唱边跳，还会不停的往篝火里面丢一些五谷杂粮来祭奠祖先。说白了，这就和宰杀鸡鸭等牲畜来上供一个意思。这个解释虽说看似比较靠谱，没有上一个那么荒诞，但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。大家想想，一般来讲这些鸟都是白天觅食，可在这凤凰山为什么就反过来了？偏偏晚上出门寻找食物，根本就不符合鸟生存的规律。还有就是这些鸟并非一个品种，它们的种类有很多，其中包括了池鹭、蓝翡翠这类喜欢吃鱼虾的鸟，而对于谷物它们可没有兴趣。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这些鸟呢？这时候云南大学的一位生物教授提出了一个看法，猜测这可能跟鸟趋光的习性有关。于是在这位教授建议下，准备做一个实验。在第二天晚上，他们在凤凰山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探照灯，然后在四周支起了一张张大网，就等着鸟儿到来。说来也怪，探照灯打开没一会儿，远处就传来了一阵阵的鸟叫声，紧接着一只只鸟就像昨天扑篝火一样冲向那一张张大网。那密密麻麻的小鸟至少也有几千只，看得人头皮都有些发麻。似乎这也在说明了云南大学这位教授猜测是对的，本着严谨起见，把这个实验的地点改变到了空旷的陆地，再做这个实验。怪了，这鸟都跟约好了似的，再也不像灯光扑了，这一只鸟也没有捕到。这一下连教授也都疑惑了，为什么这些鸟那光亮有时候扑有时候不扑呢？这样看来，这些飞鸟执着的见火就扑，还真不能完全用鸟的趋光性来解释。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思考的时候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远在千里之外大连竟然也出现了鸟儿死亡的事件。要知道云南和大连相隔了几千里，两地气候环境都不相同，这鸟怎么也会自杀呢？这一动静也是惊动了当地的一些农林专家，否定一些猜测后，就有人提出了一个众人十分不愿意面对的问题：不会是禽流感爆发了吧？这一下算是给众人敲响警钟，毕竟这两地相隔千里，气候环境都不同，但偏偏出现了相同的情况。这似乎除了这个原因，好像还真就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让这么一大批鸟自杀身亡。可如果要是瘟疫传染，这就不奇怪了。但如果是瘟疫的话，这传染源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尽管这些都是猜测，专家们也不敢掉以轻心，连忙对周围进行消毒，鸟的尸体带回了实验室进行化验解剖，并嘱咐当地人严禁捡食死鸟。可这个观点，云南那边的教授却有些不太认同，因为经过实验，凤凰山鸟群自杀真相肯定与动物的趋光性有一定关联，绝对不会是什么流感。安全起见，他还是把这边一些鸟送去化验，最后的检查报告也是让众人松了口气，排除了是流感的可能性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自杀的呢？这时有人想到了世界上动物集体自杀的案例，那就是驴鼠。这些驴鼠一遇到河流或者水池的时候，前面的驴鼠就会不顾一切往前冲，用自己的身体后边的驴鼠过河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据科学家说，那是因为他们繁殖的过多，缺乏食物，所以就通过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调节种群的密度，从而保证后代延续。那么凤凰山与老铁山的鸟儿自杀事件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？但这个想法一出，就立刻被专家否决了，因为这些鸟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。要说是调节种群密度，那10几个种群都要调节，这根本就站不住脚。终于在否决了一个个猜测后，有人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么多鸟虽然有大有小，种类也都
不相同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这些鸟都是候鸟。这一下点醒了凤凰山那位教授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要从鸟的习性说起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候鸟中的一些小鸟为了迁徙躲避大鸟，一般都会选择在晚上飞行，而鸟都有趋光性，趋光性在夜间表现尤为明显，那是它们在晚上飞行辨别方向的一个重要依据。但因为凤凰山附近有3条河，所以凤凰山的水特别充足，一到了晚上，水汽就把整座山笼罩起来，这远远的看去，整座山都是云雾缭绕，就跟仙境似的。而因为看不起月亮，它们就会向最明亮的方向飞去。如果这时候遇到彝族人群仪式升起篝火，那么鸟儿就会把篝火当成月亮，争先恐后的朝这个月亮飞过去。可等它们冲进了火堆里，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月亮，而是能把它们烧死的火焰。同理，大连老铁山飞鸟自杀事件也是这么回事。原来候鸟迁徙正赶上老铁山工地施工，这晚上又起大雾，再加上工地探照灯以及有3座房子的墙面是蓝色的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就好像是天空一样。结果候鸟就感觉找到方向了，纷纷的撞在了墙上。好了，我是关之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